你敢相信吗？这款电烙铁被我烧坏2次。谈一下它这个使用感受。估计人家厂家看到我这使用方式呢，也气得牙根痒痒。看人家厂家所匹配的烙铁头，刀头、小刀头、尖头、尖弯头，你看我使用的，这里边是大马蹄、铲形烙铁头、锡锅。这2款电烙铁呢，模样一模一样。这是 T80， 这个是 T80P， 它俩的区别就是 T80 它是210的烙铁头，这俩烙铁头不通用。T80P 呢是245的烙铁头，像我这个呢就是买市面上的245烙铁头，直接插上去，它是通用的。说说我怎么烧的吧。第一次我是20伏用这个中兴2400给它供电了，然后正常供电。然后我在测试另一台中兴2400的时候，通常我喜欢用它给它供电。这时候上面插有电烙铁，我忘记了，我直接调了120伏了，瞬间就坏了。这是当时监控拍的视频，看烙铁头已经红了，我看着烙铁头发呆呢。第二次怎么烧呢？我是拍视频给大家介绍啊，它可以用这个电池供电，什么充电宝供电，其中就是用这个电池接上这个 Type-C 这个口，然后再插上数据线给它供电。它正负极是反着的，看没？我这是正确，应该是红色是负，黑色是正。然后呢，我认为这个红色就是正，正负极接反了，插上去之后电烙铁没反应，我说这咋回事呢？谁知道已经烧了。我这个呢就是正常的，红色是正，黑色是负。你说这气人不？所以我强烈建议大家不要轻易用这个电池供电啊，它能，但是呢，你一旦接反，只需要1次它就坏了。可以用这个充电宝给它供电，或者充电器给它供电。你开关电源，像我似的开关电源给它供电的话，一定要确认这个正负极啊，别整反，整反真的是一下子就坏了。说下它的优缺点吧，它的优点就是这个比较细，然后就跟笔一样。它号称是笔式电烙铁，真是跟笔一样。你看咱们平时用的笔嘛，这直径是14毫米，市面上能达到这个细度的不多见啊。全部是铝合金的外壳。通个电给大家看看，这边插上去，这时候呢是插在20伏的一个开关电源上，已经开机了。现在前面用的是大马蹄的烙铁头。这个调节温度这个很简单啊，往这边就是加，往这边就是减，同时按这2个按键，它就是进菜单。菜单里头，你看我这里边这个休眠时间，你看我给它一般都是调成0秒。这有啥好处呢？看一下啊，当你手持着的时候，它这儿有个点儿，感应到你手在动，它有个点儿，它里边有个加速度计。假如你不用的时候啊，你看往里头一放，咱调成0秒嘛，你看马上它就灭了，你看休眠了。你拿起来的时候，只要拿起来，看立马它就开始加热。因为它的回归速度非常快，所以说我给它调的是0秒，这样能更节省烙铁头。你看现在我是350度，虽然它的峰值功率只能达到100瓦，但是咱们换上这个大马蹄这个烙铁头呢，它威力就会很大。这是吸气吸出来这个锡渣，你看这些很轻松，因为这大马蹄这威力确实很猛。这个锡锅呢插到这上也能用啊，前几天发过视频。反正我使用最多的是这个铲形烙铁头和大马蹄，因为我改中兴2400那个主板呢需要这种烙铁头。主打的就是一个便携，你外出的话用这个60瓦充电器或者是支持 PD 快充的100瓦充电器啊，也可以给它供电，也很便携啊。然后没电的时候你可以用这种支持 PD 快充的充电宝，直接给它供电也没问题。当然你像我这样用个固定的开关电源，专门的给它供电，在工作台上用也是没问题的。说一下它的缺点，有的朋友说这个价格贵，其实价格呢，你去看一下市面上这种便携的支持245的烙铁头的电烙铁呢，价格都差不多。我觉得它的缺点就是你工作台上放个这玩意儿，给别人的感觉就是这玩意儿不正规，给玩似的。假如放个这个焊台或者托尔那个焊台的话，看着就比较上档次正规。其实使用起来呢，这个真的很好用，从我视频中的使用频率就可以看出来。好了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